除了美俄一直在晒武器之外，法国也开始在国际上亮肌肉了。之前，法国发射了一枚不携带核弹头的中程空对地核导弹，在俄乌冲突不断升级的环境中，法国此举也被认定为了威慑俄罗斯。那法国当前的空地核导弹实力如何？俄罗斯能防住吗？这期视频，火力军就来聊聊法国的核武实力。法国发射的这枚中程空对地核导弹其实就是 ASMPA， 其前身是 ASMP 空射巡航核导弹，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华约阵营老大苏联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机械化部队，因此北约各国都急需一款可以快速部署发射的中程空地核导弹。很早就具备核研发能力的法国，在1974年开启 ASMP 研发项目，并在1986年正式量产服役。为了体现出机动作战的优势，法国军工科研人员将 ASMP 和多款法制战机完成了兼容搭配。早期的战机中，除了幻影2000之外，甚至改装版超军旗攻击机也能投射 ASMP。作为 ASMP 的后续升级版 ，ASMPA 在2009年完成了技术定型。这款空射核导弹同样具有很多的设计亮点，其中它的主要材质是不锈钢与钛合金，因此在高速飞行中承受最高350度的高温。与此同时，为了能够符合战机携带发射的要求， ASMPA 与传统意义上体型庞大的核武器截然不同，总重量只有860公斤，弹长为 5.38 米，弹径 0.38 米，翼展 0.96 米，最大射程500公里。在外形设计上，该弹仍然采用与 ASMP 型相同的无翼气动布局，装有在飞行过程中起到操纵及稳定导弹作用的十字形全动弹翼，弹头部呈锥形，弹体则呈圆柱形。此外，在弹体2/3处左右两侧各分布有一个矩形进气口，弹体部则安装有4片三角形控制舵面，内部容纳有控制舵机。得益于这种设计，使得该弹气动效率极高，机动性也较前辈 ASMP 型得到大幅提升。动力方面，该弹采用法国整体式火箭冲压喷气发动机，由一台液体燃料冲压式喷气发动机及一台装在燃烧室内的固体燃料助推器组成。使用该发动机助力 ASMPA 型射程提高的同时，又使得该弹的飞行速度得到提升。如在高空巡航状态下速度大于3马赫，低空状态下则大于2马赫。此外，导弹的冲压发动机是可控的，具有很大的飞行包落，因此促使其可以选择多种飞行弹道，以此增强对打击目标的突防能力。制导系统上，该弹采用 ASMP 型的惯性制导加末段制导程序控制，并加装地形匹配系统。该弹的发射前的准备工作，采取计算机模拟计算方式算出弹道基本参数，输入所有预测航线的数字地形地图。在飞行阶段，该弹先是急速爬升到高空2万米左右，并能加速至3到4马赫，在末段则降至高度50到100米，并减速至2马赫，然后适当位置根据地形轮廓对惯性制导数据进行修正。进入目标区域后，为突防敌方防空体系，该弹又根据飞行程序完成各种机动，包括进入临界迎角，以最佳攻击角度对预定目标实施打击。又由于该弹具备飞行弹道的校正能力，又使得其打击精度得到进一步提升，并减少了附带损伤。ASMPA 核巡航导弹不仅可以搭载核弹头，还可以搭载常规弹头，是法国空中威慑的重要部分。该型号的导弹在2009年3月成功完成了技术性作战鉴定，并陆续装备在法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总装备量达54枚左右。在欧盟框架体系内，法国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因此发起此次试射成功，可及时关照欧盟多国迫切的防务需求，表明法国与欧盟有能力应对俄方的核威慑，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可以发起核反击。问题就来了，俄罗斯能不能挡住法国的 ASMPA？ 说到这儿，就要先了解一下美俄的空射版核武器。在当今世界各国拥有的核武器之中，很少能见到那种可以通过空射的战略版核武器，比如当下美俄这2个核武器强国，前者经常公开宣扬的空射版核武器，无非就是已经服役超过50年的 B61系列战术核弹。后者俄罗斯，它目前最受外界关注的就是空射版核武器，应该就是可以搭载核弹头的匕首超高音速导弹。另外还有各种同样可以搭载核弹头的巡航导弹。虽然美俄这2个核大国不仅拥有3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但在空射版核武器领域，他们似乎一直都在战术核武器的范围内徘徊。当然，这或许与2者本身就拥有着强大而丰富的核武库有关。
换句话说，在美俄这两个核大国眼里，核当量不超过50万吨级的武器恐怕就不配称作战略核武器。比如目前美国的前射版3x戟第5战略核导弹，它不仅可以搭载8枚核当量约48万吨的 W88 核弹头，而且仅此一枚的核爆总当量就会超过300万吨。但另一方面也是空射核武器在三位一体核打击中的地位实在太低。当然，它的威力事实上并不弱。通俗讲，如果在技术层面上不考虑弹药的打击方式，那空基版的核弹威力事实上要远高于陆基版和海基版。比如就空投类核武器来说，美俄当下拥有的大当量核炸弹，不敢说多如牛毛吧，也基本算比比皆是。什么当量高达5000万吨的沙皇炸弹，2400万吨的 B41核弹，1500万吨左右的小虾和 MK1724等。问题就是其打击方式比较传统。当下各类防空和反导系统发展迅速的时代，空射版核武器的生存空间不仅越来越小，甚至这种趋势还严重影响到了它的威力。为了提高空射版核武器的生存力，俄罗斯还是有很大的机会防住法国 ASMPA。为了提高空射版核武器的生存力，势必就要在其载体隐身性和弹药射程、打击轨迹等方面下功夫。比如美国推出滑翔版 B6112核弹，以及俄罗斯亮相先锋高超音速滑翔弹头的主要原因，目的就是在投放式或发射式核弹的基础上来增强它们的突防和打击能力。其次就是隐身，法国海军航空兵部队配备的阵风战斗机被称为现役全球功能最全面的多用途战斗机。尽管这个观点还存在一定水分，但可以兼顾空战、海战、对地、反舰攻击任务的阵风的确性能出众。特别作为法国海军主力舰载机的阵风 M， 它可以携带 ASMPA 导弹进行核打击，但问题是其并不具备隐身能力。对于这种情况，那就只能选择加大射程和飞行速度。法国的选择就是射程和速度，也就是 ASNCG。2014年夏季，法国宣布开始研制的最新一代 ASMP， 由 MBDA 与 ONERA 合作研发。目前仍然在初期技术概念发展阶段，预定在2035年投入服役。目前已知构想 ASN4G 导弹将维持采用冲压推进的设计，但是将会使用更好的逆踪构型射器，且推进将运用超燃冲压推进科技，让导弹性能增升到现役的 ASMPA 导弹的1倍以上，射程达到1000公里，且导弹极速提高至极音速标准5马赫以上，目标为7到8马赫。若技术可以成真，法国认为这款导弹将几乎无法拦截。而且法国的核打击的主力是凯旋级核潜艇，每艘战略核潜艇都带有16枚弹道导弹，每枚有6个核弹头，其射程约为1万公里。一艘战略核潜艇的破坏力相当于600颗广岛原子弹，空击加上海击，在威力方面完全足够。对于俄罗斯而言，是否使用核武器还需要三思而后行。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认为这次俄乌冲突，俄罗斯会使用核武器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下期见。